嗨，朋友们，今天是一本小说《蔡崇达的命运》。这本书讲述了福建闽南一个家族命运的起落，大历史下一个女性得到又失去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作者前一本书《皮囊》里提到的阿泰。我没有看过《皮囊》，但是没有什么影响。作者生于福建泉州东石镇，这本小说的背景也是福建泉州的一个小镇。开篇的第一段话，他就站在命运的入海口，回望着人生的每一条溪流，流经过如何的山谷。这段话翻开书刚看到的时候，感觉跟这本书中其他任何普通的段落都是一样，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等看完这本书，下意识的就想起了这段话。阿泰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的阿母、婆婆，每一个亲人，看着他们的命运如何平稳流淌，又如何急转而下。这本书里有很多关于闽南的传统民俗的部分，因为开篇的那个时间很早，比中华民国还要早几十年，所以难免会有一些迂腐的落后的部分，比如说他们对于香火延续的执着，还有开篇写的那个民俗是在他们当地有老人要去世前，就把老人带床搬到厅堂中间，闽南家家户户供奉的神明就在厅堂里，他们认为在神明的注视下魂灵才能升天。故事就是从99岁的阿泰在厅堂中间给他的外曾孙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开始。他们那里普遍相信人去世后也是有魂灵的，去世后无论是上天入地府还是流连在人间，都是需要生活的，能给这些魂灵财富和食物的只有他们的后代，自然后代越多，子孙越多，烧的金纸越多，祖宗们就过得越阔。如果这一家香火没了，或者香火断了，这一家本能就会感觉很绝望，生活没有盼头，不只是觉得家族没有人延续，更是有一种对不起祖宗魂灵的那种愧疚。阿泰的阿母是独生女，她从16岁的时候就被安排相亲结婚。阿母的父亲阿泰的爷爷本来是想给她找一个讨小海的人，因为在他们那里人生基本上就分成两种，讨小海和讨大海。讨小海安稳，讨大海离家会久一点，但是挣得多。阿母意外选了一个讨大海的入赘丈夫黄有海，生下了2个女儿，大女儿蔡乌楼就是阿泰，小女儿蔡乌格。阿泰的阿母还没有出月子的时候，黄有海就离开家了，没能生出男孩。阿泰的爷爷和太爷爷相继认命，不久就去世了。奶奶病了7、8年之后也去世了。阿泰的阿母在办丧事的时候就边烧纸边哭，哭着觉得不解气，开始边哭边骂，最后撕心裂肺地指着天空骂。葬礼结束后，阿母就开始拉着2个女儿一圈一圈地逼问神明。阿母是靠怒气活着的，她在一个非常看重香火的地方，作为一个独生女又没能给家族生出儿子，她背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她在16岁的年纪，连结婚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嫁给了黄有海。她婚后很喜欢黄有海，对黄有海也很好，但是黄有海还是走了。阿母的所有长辈都离开了，只剩下她自己，还有拉扯2个女儿。她活不下去了，但还死不了。乡亲们每次说到阿母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命啊，为什么当时选中了黄有海，这是命啊，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跟黄有海聊聊天交交心，或许他就不会走了，这也是命啊。阿母就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把一切的原因归结在命运上，所以阿母对于命运一直是有怨的，有怒气的。阿母后来就带着2个女儿一圈一圈去逼问神明，去抽签，去解签师，和庙公庙婆吵架。这样过了1年又1年之后，突然有一年她发现大女儿就是阿泰蔡乌楼已经15岁了，她可以嫁人了。阿母就放弃了去逼问神明，她转而去找了他们当地最厉害的一个神婆。阿母是连神明的话都不信的人，但是他们当地的人很信，还信神婆，所以阿母去找这个当地最有名望最厉害的神婆说，想让她对外称自己的2个女儿特别旺人，想让她们嫁得好一点。神婆先看了妹妹的八字，说这孩子可不算旺人啊，又看了阿泰的八字，说这孩子可怜呀，到老无子无孙，无儿送终。神婆叫做蔡也好，她是家里的第3个女儿。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看到她说了一句也好。神婆明知道阿泰的命运，但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她。她说她第一眼见到乌楼就很欢喜他。阿泰的阿母问他，你不是说他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吗？神婆边嗑瓜子边说，那又怎么样？阿泰和神婆的儿子杨万流成亲的那天晚上，干等没有等到阿母来，
他们去找神婆，神婆说她看到阿泰的阿姆爬到礁石上，把所有祖宗的牌位扔进了海里，然后他就掉下去了。阿姆可能真的是没站稳掉下去了，但是更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女儿有着落了，他心里憋了很多年的那口气突然散了，可能就是那一刻，就是那一下，他顺水推舟的让自己走了。如果阿姆是死于意外，是失足滑下去的，神婆说这样也算死得很好。这本书里一直有分离有死亡，但是在这些生生死死的抓不住的无力的感觉中，我还是能感受到有一点点踏实在的，这是我之前看一些底层人民的悲剧故事没有过的感觉。或许这个就是信仰嘛，仿佛所有人的命运都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连死也分死得好和死得不好。好像这样大家对于那种正常的死亡就不会有非常极端的悲痛，好像只是生活顺其自然地走到了某一个位置，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阿姆走后，阿泰的妹妹大多数时候会盯着他看。阿泰说他知道阿妹是害怕自己某一天也像阿姆一样顺水推舟的就走了。他说我知道了，人心里真的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那海底去了。或许当年阿姆在的时候，阿姆的压舱石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和爷爷，等到这些人全部没了之后，阿姆的心里没有压舱石了，而阿姆走了，阿泰的心里没有压舱石了，阿妹怕阿姐没有压舱石了，也顺其自然的走，而自己失去了阿泰，也失去了唯一的一块压舱石。阿妹一直催着阿泰生孩子，阿泰也非常希望能生下一个自己的孩子来推翻神婆推算的命运。阿泰还会梦到他的阿姆，在他们那里就是经常会有人梦到自己的长辈，自己的长辈可能会投胎下一辈子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又很着急的想要生下自己的阿姆。阿泰的丈夫杨万流也很期待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在这些多方的压力下，一天一天过去，阿泰始终没有什么动静。有一天，杨万流突然说他要去讨大海，他可以顺便再去讨一张传说非常好用的药方，而且讨大海挣来的钱可以带阿泰去更大的城市做检查。杨万流走后，阿妹更着急了，她找了一个叫王双喜的人，急匆匆嫁了，几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回来。她一直教自己的儿子叫自己小姨，叫阿泰阿姆。她带着孩子回来找阿泰，让孩子叫阿泰阿姆的时候，她很得意地仰着头说，我厉害吧，我阿姐有孩子了。阿姆走的时候，他怕阿姐走了；杨万流走的时候，他更怕阿姐走了，所以他只能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生一个孩子送给阿姐。王双喜也跟着来找阿妹，就像哀求丈母娘一样哀求阿泰。阿泰和王双喜一起劝着阿妹回家了。阿妹走没多久，杨万流就回来了。又没过几天，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放在阿泰家门口就跑。北方闹了饥荒，一些北方人一路靠着吃草根吃树皮，辗转来到了这个小镇。这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的北方女人听说阿泰他们家男人刚讨了大海回来，家里条件不错，而且女主人没有孩子，她就想把孩子送到这一家来。他们小镇的人相信有神明，相信在神明的庇护下一定能活下来，所以有一些没有去处的人就会去庙里当庙公庙婆。一起来的有5个人，2个男人死了，剩下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大家就想着先把他们安排到大埔公庙去。庙公和他们说话，以为是2个外地人不相信他们，所以一直不开口。他就说，咱们这儿神明看着呢，神明你们总该相信吧。但是年老的女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哪里有什么神明。年老的女人又开始讲关于饥荒的事情。一个宗族的大佬突然说，你们那儿没有宗族吗？年轻的女人回他说，我们那儿祠堂都砸了，哪里还信什么祖宗。有人嘀咕着说，连祖宗都不信，那怎么活呀？年老的女人接着讲说，人坏起来就特别坏，先挑孤儿寡母下手，抢粮食占土地。又一个宗族大佬发问说，难道他们不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吗？年轻女人说，我们那儿早就没有神明这种东西了。有人又嘀咕说，咱们这几千年都这么活，一会儿没有祖宗，一会儿没有神明，祖宗也不管，神明也不要他们，怪不得他们会过成这个样子。这一段就很明显的能看出2种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的思维方式。以我自己的一些
经验，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闽南的治安是非常好的，他们那里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我在北方生活过的几个城市，其实应该都是做不到的。他们那儿民风淳朴，外来人口也不算多，而且很多人会姓一个姓，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很熟悉，又相信神明，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在闽南，他们信神普遍是通透的去信，会少很多杂念，所谓大道至简吧。如果是抢头炷香那样的敬神的方式，敬的还是神吗？敬的应该是自己的贪念才对。很抱歉财神爷，我没有记住您的生日，但是我记得那天我比较有空，我想录视频。我那天拿着书瘫在沙发上，外面的鞭炮声从早响到晚，我等了一天没有等到一个安静的时间段，晚上都11点40了，还有人在放鞭炮，我就很无语的给我朋友发消息，我朋友说生怕财神爷把他忘了。这种还能叫敬神吗？就非常分明的就是在敬自己的欲望，敬自己的贪念。他们每个放鞭炮的人在鞭炮声响的几十秒里，到底是希望自己财源广进，前程似锦，还是真心的祝愿财神生日快乐？我之前朦胧的会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信仰的人会比没有信仰的人活得更简单更踏实。看完这一本有关闽南的传统民俗的小说，我才觉得好像能抓住一些东西。我有一点理解他们的那种平和，他们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来源，他们发自内心的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在看，所以不要做一些不善的事情。女人送来的孩子，阿泰给他取名叫杨北来，他想让这个孩子长大后知道他是从北边来的，等孩子以后再选择一次愿不愿意他做自己的阿母。带孩子很麻烦，但是神婆没有帮他，反倒是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帮了他很多。说饥荒就是这世间生病了，世间和人一样，一生病一定是全身发作的，北边都那样了，肯定会传到咱们这儿来的。所以神婆每天忙着晒地瓜干和鱼干，而杨万流很好的承担起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这让阿泰更加想要给他生一个他自己的孩子。过了几天，他们那儿刮起了一场很大的台风，风把海水掀起几层楼高，海水倒灌进城区，大家纷纷都去建在高地的庙里避难。杨北来一进大埔公庙就开心的一直笑。阿泰说他想起来当时他还没有被送来阿泰家的时候，北来的亲生母亲曾经带着他在大埔公庙住过一段时间，大埔公是认识他的，他也是认识大埔公的。半夜的时候，阿泰醒了，看到低垂着眉眼的慈悲的神明塑像看着自己，他有一种好像被自己父母看着的感觉。他轻轻地问大埔公说，大埔公，咱们这世间没事吧？神婆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迷迷糊糊地回了一句，我会陪着你的，然后又打起了呼。不讲一些什么封建迷信的事情，只说一些有关信仰的正向的一些影响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确实就是信则有，越相信有神明，可能越会无论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还是在梦里梦到一些比较有指示性的场景，越信越会遇到，越会梦到吧。但是像我这种没有什么信仰的，我就只会梦到我是黑道，我飞檐走壁，我在黄河抗洪扛麻袋，我的 CP 结婚了，我还在现场，我在一个村子里通过画墙绘给共产党传递消息，我在夏朝开始之前陪李泽言创业。我可以理解或者说解释我梦到黑道 CP 麻袋结婚墙绘的各种原因，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是李泽言。后来到了中华民国时期，杨万流被抓了壮丁，在杨万流被带走后不久，有人敲阿泰家的门，阿泰开门看到是一个花篮，花篮里摆满了花，在花的中间放着一个婴儿。之前杨北来被送来的时候，神婆就说这是神明给你送来的孩子，这一次神婆又说神明又来给你送孩子了。神婆说这孩子的生父生母在如此困难的境地里还能找来一个花篮，在花篮里放满鲜花，就叫这个孩子百花吧。再后来应该是解放了，他们小镇里来了很多人，喊着破除封建迷信，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喊着拆庙，但是没有人动，一个本地的喜欢上他的女孩冲上去把神像踹倒了，神像滚落下来摔碎了。后来就形成了工作流程，庙由其他人拆，而神像都是由这个女生来提。
这个女孩后来的下场不太好，就她被甩了，然后她又疯了。这个其实不太重要，也是印证了就是至少要敬贵神，不管信不信，至少要敬重。神婆那段时间每天一副等不来老朋友的表情，她说不是神明和我错了，是我们老了，这世间和人一样都是会生老病死的，我们是这世间老掉的那部分。她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她对阿泰说，乌楼啊，以后我不在了，你要记得我留了一尊神给你。神婆就走了。阿泰说他就难过了一会儿，神婆死之前说过他死之后也会陪着他的，反正他说他知道神婆还在的，就开始着急怎么能跟他说上话。他仰着头对半空问，蔡爷好，你在的吧？他听到海浪海风的声音，但是没有听到回应。他想起来婆婆生前最喜欢躺在藤摇椅上，他又对着藤摇椅问了一句，蔡爷好，你在吗？他想着他果然不是神婆，没有办法和灵魂对话，他就想着说不定睡着了，在梦中能和神婆说话。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阿妹过来叫醒他。阿妹说婆婆不在了。阿泰说她在的，只是说不上话了。这一段可能也说不清有一种什么感觉，就对于死亡的这样的事情本能会感到有一些无力和难过，但是还会感觉有一点点慰藉。这些慰藉居然是信仰给的。如果真的相信人死了还能回来和你说说话，只是可能听不到，真正相信这个的人应该很幸福吧。阿妹问他接下来怎么办，阿泰说先让婆婆好好死，我们再好好活。他们首先要给神婆准备一场好的葬礼，一场好的葬礼需要有人守灵，有人哭丧，有人表演，有人招魂，有人念悼词，还要有人送灵，最后要有一块好的墓地。但是毕竟是新社会，这些肯定都没有了。阿泰先是把大门上的门板卸了，底下垫上石头变成2张大桌子，在门口搭了一个灶，用办喜事用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地瓜汤，让海风带着地瓜汤的香味往镇上飘。有人闻到香味来问是什么好事呀？阿泰说我婆婆走了，蔡也好走了。那个人说现在不好守灵了，都新社会新作风了。阿泰问他我有地瓜汤你要喝吗？那个人说喝，但是我只喝地瓜汤，我不守灵。阿泰说好，然后那个人就留下来守灵了。接连就多了很多人来守灵，人多了大家就开始聊天，有人说要不我去拿点花生米来，有人说我去拿点酒来，有人临时去海边翻了一些花蛤和蛏子过来。大家喝着喝着，有一个外地口音的女孩站起来说她是部队文工团的，她给大家打一段快板助兴吧。于是婆婆就算有了乐队了。喝起酒来，有人一回忆就说到她婆婆，又想到了自己去世的亲人。曾经有神婆在的时候，他们可以去问神婆自己家去世的亲人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但是神婆也没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大家一个接一个想到自己的亲人都开始哭。阿泰偷偷和阿妹说咱们婆婆这不就是有了哭丧的和念悼词的人了。哭完有人对阿泰说你一定要好好给你婆婆办葬礼啊。阿泰笑着说是啊，不正在办吗？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跟着笑，笑完了一起帮着琢磨。大家一起帮忙把神婆的尸体抬进棺材，又把棺材抬上了3轮车，把3轮车推到厅堂。有人说葬礼既然已经办到这份上了，肯定要有游街呀，咱们镇上好久没有像样的葬礼了。前提当然是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要伤天害理，集体去做一个与主流相悖的事情。就像这种在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新社会里，一起办一场镇子上最封建迷信最传统的像样的葬礼，这种事情就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浪漫吗？我下意识想到这个词，或许仪式感，短暂的快乐放纵，与理性对立，与神话相关，那就是浪漫吧。葬礼还没结束，命运又给阿泰送来了第3个孩子。这个孩子5、6岁了，他自己和阿泰说他是从西边来的，所以阿泰给他取名叫杨西来。人越来越多，孩子也在长大，阿泰就去找村长，让村长帮忙从政府要了2亩地过来。海边的地能种活的作物不多，所以他们打算种地瓜。阿泰的阿妹、北来、西来，他们分别从4个角开始往中间松土，把最小的百花放在了地的中间。西来说要不就在地的正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位置，种一片花田，最好能有100种花。
后来百花走的时候，阿泰把它葬在这个花田里，可能是花田里面花的根系还在，百花的墓地后来也长成了一片花田。阿泰去找了一个装卸货物的工作挣钱，他拿着第一天的工钱回到家的时候，阿妹也拿了一张钱给他看，说他和北来西来轮流背着百花去给别人挑粪，全家人都在为了生活努力。等到阿泰确定所有人都能活下来之后，他开始着手找神婆留下来的神明。我之所以着急找神明，因为我是认识命运的，我看过我爷爷的命运，也看过我奶奶的命运，我看过我阿母的命运，也看过那神婆的命运。我知道的，命运不会只是条潺潺流淌的溪流，它会在经过某个山谷时就突然坠落成瀑布，还可能在哪个拐弯后就汇入大海，消失不见了。直到百花被查出小儿麻痹症，阿泰怕自己在一家人面前哭会让他们更心慌，所以他偷偷躲到厕所哭。他在矮墙上看到有人用石头刻下的字，有齐王爷公，有大蒲公。他突然想到，其实神明一直都没有走，或许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曾经偷偷躲在厕所里哭过。于是他赶紧跑回家，在自己家的厕所上面的木头上找到了一尊神像。神婆给他留下的是福人马，他用襁褓包着神像跑到医院，对他们说，咱们不怕了，现在有神明了。凌晨的时候百花醒了，他说城门要关，有一个婆婆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他赶紧钻过去。所谓神明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信念感吧。找到了神像之后，几年不知道是神明显灵还是百花争气，百花能蹒跚着站起来慢慢走路了。有一天晚上，村长来到他们家说，你们家有侨批了，杨万流没死，他当年被抓到台湾，找机会跑去了马来西亚，现在在马来西亚开着养殖场，想要接阿泰、北来和婆婆去马来西亚。阿泰让邮局的人帮忙回信说，婆婆已经去世了，现在不仅有北来，还有阿妹。人民群众又给他送来了西来和百花，人太多了，如果去的话船票会很贵，希望杨万流能拿这个钱去再娶一个妻子，他们的事情下辈子再说。阿妹又加了一句，想问问她的丈夫王双喜和儿子倪婉怎么样。1个月后，邮局的人来找阿泰说，杨万流给他打了电报，大概意思是带着婆婆的牌位，大家都去，他来订票，王双喜还活着。在他们那个时候，寄一封信5毛，邮费5毛，要1个月能收到信。电报快，但是电报1个字要7毛钱。阿泰觉得贵，还是请邮递员帮他写信，说不要再发电报了，电报贵，你在那边也不容易，你应该拿这个钱再娶一个妻子的，我不能生孩子，你应该有孩子的，咱们的事情下辈子再说吧。第2天，杨万流的电报又来了，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无期来。第3天，电报又来了，写着期来。邮局的人问他，那你还发那封信吗？阿泰问他，那封信你还没有发出去吗？邮局的人说，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回，要不你发电报吧，就发1个字，1个字便宜。阿泰说，那我想想怎么回。邮局的人就生气了，他说，我帮你发，就写1个字，来。又过1天，杨万流的电报来了，只有1个字，好。杨万流不断有消息过来，再申请了，再订票了，再确定日期了，然后确定日期了。我记得是10月初，杨万流的一封电报里说，月圆人团圆。那一天，村长给我送来了一堆本子和几张纸，乐呵呵地说，拿好了，这是你和杨万流的鹊桥。自那天开始，我就每天晚上都要看看月亮。阿泰晕船，吐了一路到了厦门码头，码头那里喊一个名字过一个人，因为百花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阿泰需要拿担子挑着他过，所以让其他人先过。最后只剩他的时候，他问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名字没有念，工作人员说没有了，因为蔡无阁没有丈夫的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所以没有办法办房亲。阿泰就说，我是蔡无阁，指着阿妹说他是蔡无楼，这都是夫人妈安排好的。杨万流命中注定会有孩子，会娶新的妻子，他就不去马来西亚了，但是阿妹必须去，阿妹需要去找王双喜算账，还要去找他的儿子倪婉。百花在担子上拼命挣扎，跟着阿泰回了家。杨万流这个人很厉害，人也好，他是逃大海也行，后来被抓了逃去马来西亚，让他做生意也行。阿妹带着北来和他没见过的西来去找杨万流，他对他们都很好，但是因为阿泰没去，他躺了几天，不吃饭也不说话，然后怒气冲冲的去相亲，找了一个也是他们镇子本地过去的女人结了婚。可能小镇上的人思想还是陈旧的，特别是女人，
他们那个年代，镇子上的女人基本上是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当年杨万流讨大海挣了钱，去带阿泰出去看病，回来的时候，镇上的女人都拉着阿泰问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许那个年代，普通镇子上的普通女人真的是把生不出孩子当做天大的罪过。阿泰爱杨万流，所以更不想拖累他。他一直觉得杨万流这样好的人一定要有孩子，而且神婆说杨万流命里是有子孙送终的，只是他没有。阿泰的选择和他的命运是相辅相成的。大概是他们去马来西亚的第7年，杨万流去世了，他的遗物寄回来是一堆信。阿泰不认识太多字，他把每一封信打开，细细的摸，每一封信的结尾，杨万流都画了一颗心。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妹回来了，百花嫁人了。某一天，北来和西来也敲锣打鼓的回来了。北来开了一个钱庄，西来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们各自也都娶妻生子了。直到阿妹老死了，西来因为肺癌晚期走了。北来的钱庄一直是靠西来给他撑着的，但西来挣的钱一直捐，如果他再找西来的媳妇儿丽明要钱的话，他们母子也不太好过，所以北来跳海自杀了。他欠的钱还是西来的媳妇儿丽明替他还的，陆续还了7、8年。百花病了太久，早就不能走路了。她的丈夫很好，走到哪儿都背着她，直到百花走在阿泰前面，阿泰的故事讲完了。神婆给他算的八字是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他一生没有生育，收养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给他又生了有10个孩子。他临死前说，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们都来接我了，我的孩子的孩子都在给我送终。阿泰一生都在和命运顽强抗争，一直在死路里找生路，他和命运争了一辈子，最终战胜了命运。这一路看过来其实很苦，但是他是很平静的，甚至带着一点幽默的讲完了他这一生的故事。阿泰一直是个硬骨头，他很狠，很舍得。他说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或许我们的生命原本轻盈，是被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拖住了。这是一本直面死亡的书，也是一本我看了这么多人的死亡没有感觉到绝望的一本书。死亡是永恒的话题，作者说他想要去书写从过去到将来，这人世间的每一个个人，一条条命运的河流是如何汩汩而来，又是如何滔滔而去，最终汇入死亡那片终极的海洋。我知道我说不出他们的全部，但我要指向他们，拼命地用手指指出他们。我要说，看，从我的家乡开始，从我们的母土开始，所有的土地，一个个人和一片片森林在如何的枯荣。我要说，看，从衣冠南渡到奔向宇宙，所有的人在如何奔流不息。这次我不仅想看到我的阿泰，看到我的父亲，看到我自己，我还希望每个人能看到每个人。我想看到从过去到将来，所有人的灵魂上所有的伤口一起像花一样盛开，开得漫山遍野，震古烁今。或许当我尽可能的努力后，依然无法说出1、2，但我想或许到那个时刻，我能真正明白，这人间从来没有生离，没有死别，这人间不过是天上的人来了，天上的人回天上去了。麦家老师有一本书叫《人生海海》，人生海海就取自闽南方言，意为人生就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起落浮沉，但还是要好好活下去。人生海海，山山而传，祝愿你能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拜拜。